今天还是个点播节目哈，聊聊我们平时在店里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。我的家人或者朋友刚刚做了手术，我想给他买点保健品，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？一般来说，大型手术之后，很多人会有持续服药的要求，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保健品，建议先征询一下医生的意见和建议，以免影响或者干扰医生的治疗方案。所以今天我介绍的营养素呢，基本都是基础的，或者是说中小型手术之后普遍适用的方案。更多的呢是希望在这个介绍的过程里，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了解为什么要补充它们。因为了解了这些，你也可以根据这些逻辑，更好的调整饮食，进行针对性的补充和改善。欢迎来到生活家课代表，一个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的频道。我是课代表 Tim， 一名 CNPA 加拿大健康产品认证顾问。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网站，网址是 lifepluscanada.com， 频道里提到的商品呢，基本都可以在官方网站上买到。另外，我们还在屏幕的右上角留下了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欢迎通过微信与我们联系。手术后的恢复期，除了好好休息，营养补充也非常重要。吃对了，伤口愈合得快，身体也恢复得快，所以可以帮助伤口愈合的基础营养素是我们首选的目标。而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。第一个，蛋白质是人体细胞、组织和器官的基本组成部分。在手术之后呢，身体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修复受损的组织，加速伤口的愈合。第二个，手术会暂时削弱免疫系统，而蛋白质中的氨基酸，像谷氨酰啊、精氨酸这些，有助于提高免疫的功能，减少术后感染的风险。第三个，手术之后，大多数人会卧床，至少是活动受限，这个呢可能导致肌肉流失，而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关键营养素。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可以帮助维持肌肉的质量，促进康复。一般来说，瘦肉、鱼、鸡蛋、豆制品、牛奶等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，但很多人在手术之后呢，会有食欲不振、吞咽困难的情况。另外，还有一些特殊的病人需要高蛋白饮食，这个时候通过食物补充反而会造成消化上的负担，所以就可以选用方便灵活的蛋白粉了。那蛋白粉一般分为动物来源和植物来源，从营养完整和吸收角度上来说，动物来源的蛋白粉是更好的选择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乳清蛋白。而如果有乳糖不耐，也可以直接选择分离乳清蛋白，也就是瓶子上标有 ISO 标记的。我们在这里推荐两款产品，一款呢是完全没有味道的纯分离乳清蛋白，来自功能医学的专业线产品。那另一款呢是 AOR 的乳清蛋白，它有一点香草味儿，但里面增加了乳铁蛋白的比例。乳铁蛋白呢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乳汁当中的蛋白，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免疫和抗菌，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，减少炎症，因此呢可以更好的起到提升免疫的作用。手术会对人的肠道和消化系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，那总体的影响涉及三大方面。一个是麻醉可能会导致肠道蠕动减弱或短暂的停止，这是因为麻醉药物呢会抑制自主神经系统，使肠道暂时失去正常的蠕动能力。再有一个呢是手术部位的炎症和水肿可能影响胃肠道的功能，导致暂时性的消化不良或者食欲不振。这两方面一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明显的改善，但还有一个影响会比较长期，就是手术后一般都需要使用抗生素来预防或者治疗感染。但抗生素不仅会杀死有害的菌，还会无差别的杀死肠道里对人体有益的菌群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益生菌，从而导致肠道菌群失衡，进而引发腹泻、胀气或者便秘。所以使用益生菌呢，也是帮助手术后恢复的重要手段。那手术后推荐的益生菌主要有两种，一种呢是这种布拉氏酵母菌，这种单一的菌株与乳酸菌等细菌类的益生菌不同，它在抗生素治疗期间呢能够存活，从而减少抗生素相关的腹泻的发生率。另外，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肠道中的病原菌，像艰难梭菌这些，从而降低感染的风险。那布拉氏酵母菌一般推荐在服用抗生素期间服用，并在停止使用抗生素之后继续服用1到2周。另一种是大剂量的多菌株类型的益生菌。这种益生菌的好处呢，是因为剂量较大，所以有能力在胃肠道的益生菌被抗生素大规模屠杀之后，在短时间内起到重建的过程，因此也建议配合布拉氏酵母菌一起使用，两者呢不会相互竞争，反而可以协同作用。你可以理解成布拉氏酵母菌先清理有害菌，相当于一个先头部队，把战场清理差不多之后呢，让大规模的益生菌能更好的入驻，帮助更快的恢复肠道菌群的平衡。
接下来说一个手术后重点要关注的部分，就是提升免疫。那手术本质是对身体的一种创伤，不管是局部手术还是大规模的手术，只要有创伤，都会引发身体的应激反应，释放应激激素，比如皮质醇。而这个过程呢，会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，降低身体的防御能力。另外，麻醉、出血、长期的卧床等因素也可能使免疫系统呢处在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补充提升免疫力的营养素也是非常必要的。那这些营养素里，除了常规的维生素 C、锌这些营养素之外，我们今天重点推荐的是谷氨酰胺。那谷氨酰胺是免疫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，所以手术之后用谷氨酰胺来给你的免疫细胞加油、充电，可以预防感染和并发症的发生。另外，手术后的肠道容易受到损伤，而谷氨酰胺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性，有助于术后营养的吸收。谷氨酰胺还有一个特别的作用，它是 GABA 的前体。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节目里介绍过 ，GABA 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，有助于缓解焦虑和压力。而手术的恢复期间，患者呢常常会感到焦虑、失眠或者精神疲惫。这个时候补充一点谷氨酰胺，有助于产生更多的 GABA， 从而减少这些焦虑感。最后一个，我们再推荐一个挺万能的营养素，就是镁。手术期间麻醉、失血和生理应激可能导致血压的波动，那镁能帮助放松血管，稳定血压和心率，减少手术后心血管的并发症。另外，手术之后卧床的时间比较长，可能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，镁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流动，而减少血栓形成的机会。另外，镁的作用可远不止这些。手术之后呢，肌肉可能因麻醉、长时间卧床或者缺乏运动而紧张或者痉挛，镁能帮助放松肌肉，防止不适和抽筋。另外，镁能起到类似前面提到的谷氨酰胺的作用，有助于放松神经系统，减少患者的焦虑、失眠或者精神疲惫，提高睡眠质量。另外，镁还可以帮助肠道的蠕动，减少手术后便秘的发生。营养素的介绍基本就到这儿了，还要再重复提醒一下，很多人在手术之后呢，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服用某种特定的药物，因此请提前与你的医生沟通你的营养补充计划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和冲突。那有一个通用的原则是，尽可能把服用保健品的时间与服用药物的时间错开2到3个小时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这个频道呢，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，欢迎关注、点赞，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健康产品。如果你希望购买视频里提到的产品，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 lifepluscanada.com， 或者在视频的 description 里找到产品对应的链接。想提醒您的是，我们网站上的大多数商品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、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，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。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